是啊，在这样子漆黑的环境下，是挺让人受不了的。我小时候其实也挺怕黑的，那时候我妈妈要上班，舅舅又要拍戏，所以常常一个人待在家里。每到晚上的时候呢，只要外面发出一点点的声音，我都会吓得全身都哆嗦呢。我想，叶琳她应该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吧？她身边总会有人陪着她的。那你后来怎么不怕了？是被逼的啦。你妈打你啊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，我妈才不会因为这种事情打我呢。其实是我同学，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，就说我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小孩，家庭不健全，所以才会一个人待在家里。当然，那是因为前一天我们两个吵架了，他才会这么说的。可是我不能让他瞧不起我呀，所以呢，我就不甘示弱，一定告诉自己不要怕黑，不要怕黑。久而久之就习惯了，所以现在也就没有那么怕黑了。哎，这不好意思啊，伯父，我没事儿，干嘛跟你说这件事情啊？只是闲着想随便说会话，不好意思啊。于飞啊，如果你的父亲，叶董事，叶董事，好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，没事就好。哎，那咱们请吧。干活用，干活用。奇怪，伯父为什么会说到我爸？就算她真是我的女儿，我也不可能为了她放弃一切。对，不需要觉得惭愧。叶小姐，夏医生来找董事长，但是董事长不在，还是您要见他？我过去好了。好。宇阳，宇阳，找爷爷什么事啊？啊，我送开幕酒会的名单过来，给董事长过目。你决定就可以了，爷爷不会有意见的。啊，话是这么说没有错，但礼貌上来说，董事长应该还是要知道哪些人会来。哦，对了，顺便跟你说一声，等基金会正式运作以后，我会按时来接你到医院做检查。何必这么麻烦呢？我早就已经不抱希望了。叶琳，你不要灰心，我相信会有机会的。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你，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够报答你跟董事长的方法。你不用想着怎么报答我们，你只要对于飞好就可以了。只要于飞幸福，我就会很开心的，真的。叶夫人，坐吧。张曼，你跟小小姐说，让她赶紧把酒会的衣服试一试，尺寸上有什么不合适的，得赶紧让公司的人来换。好，知道了。妈，昨天是我不好，不应该跟您发脾气，我跟您道歉，别生我气了，好不好？你为人大气，心地又善良，妈气什么？好啊，既然想让我消气，那就答应我昨天的要求。
妈，你看看你，我一说这事儿你就急。夏医生，你来评评理。难道我们杨家对你跟于飞还不够好吗？我只不过是要求于飞别在贺凡身边工作，这有什么过分的吗？妈，你非要让大家都觉得难堪，你才开心是吗？叶琳，伯母就是因为太爱你，才会跟你说这些。所谓天下父母心，我跟于飞都能够了解，毕竟我们都在母亲呵护下长大的人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我妈护我护过头了，让我很不能接受。但真的静下心来，好好的想一想，我还是很谢谢她。如果不是她这番苦心，我今天是不可能成为医师的。到底是读书人，明事理，你的性格我喜欢。要不是我们家小玲，我还真想给你找个条件好的女孩当女朋友呢。妈，叶夫人，我跟于飞是青梅竹马，而且我们很快结婚了。请您放心，就算于飞接受叶小姐的好意，我们也只会心存感激，不会有任何心思的。妈，你听见了吧？这回你应该放心了吧？这种事儿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好了好了，每次提到他，我们母女俩都吵架。我还是去陪你试衣服吧。来，妈陪你去试衣服啊。我都这样了，穿什么不都一样吗？你错了，这衣服啊，不光是穿给自己看的，更重要的是穿给别人看的。俗话说得好，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。很多人就是看你穿什么样的衣服，才决定对你有多大的尊重。你要是不把架子摆出来，别人会把你放在眼里吗？夏医生，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？叶夫人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既然我说的有道理，那你也得听进去。你现在可是基金会的秘书，身份地位不同了，别再穿的一副寒酸相。妈，我说的是事实。他要再穿成这样，不光是丢他自己的脸，连我们杨家都跟着没面子。别忘了，我们安正集团可是精品界的龙头老大。请叶夫人放心，酒会当天我会注意穿着的。来，妈陪你试衣服啊，乖，慢点啊，慢点。拿着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基金会的开幕酒会就快到了，你去买几套新的衣服来穿。我有啊，你记不记得你医学院毕业的时候那条白色的小洋装？那些衣服都已经过时了，现在不流行了。那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那天我会把你介绍给院长他们认识，我希望他们知道我的女朋友是非常漂亮的，所以你就算是为了我，好好打扮一下，可以吗？那记得去买哦，我先回医院了。好，再见。世界看不通透，岁月是个渗透，偷走所有，除了离愁。现在我们都在这个十字路口，要往哪走？对谁挥手？你曾说过，这时候你不会不放手。哇，现在我们不对这样真漂亮。我不太想回头。我们总是在转身的时候，才会想起一起做过的梦，才会想起和你一起经过的路口。这么贵啊！世界看不通透，岁月是个渗透，偷走所有，除了离愁。哇塞！现在这东西的包装真漂亮，可是怎么一个中国字都没有啊，姐？谁认识啊？以为都跟你一样没文化呀？切，什么东
哎，你别乱动啊，等小飞回来自己打开。我回来啦！小飞，有人给你礼物哦。给我的？对，我没拆开的。什么东西啊？看看。哇，这么漂亮啊！了不得了，这个谁送我的？这个穿上了，这叫白雪公主了嘛？啊，这肯定很贵的。哎，谁这么有心啊？书呆子，肯定书呆子买的，是不是？不会吧？他今天已经给我钱让我自己去买了。我去商场看了一下，太贵了，我也没有什么机会穿，我就把钱省下来，让他自己去添置。他比我需要多了。那会是谁啊？叶林。哦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他肯定是怕我不接受，所以才故意这么做的。他对我这个朋友真好，太够意思了，是不是，舅舅？嗯。你干嘛？我先回屋了。臭美，臭美，穿了给我们看看。张先生，已经照您的吩咐，把衣服送去了。谢谢。他这个人总是让人放心不下。妈，我去找夏妈妈了。怎么不是宇阳来接你啊？宇阳是基金会的秘书，他必须提前到酒会现场去招呼其他的客人，所以我们两个说好了，我先去夏家接上夏妈妈，然后我们一起打车去。真好看。这位小姐，你穿得这么漂亮，很危险的，所以我能不能陪你去呀，保护你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这好久没吃吃喝喝了。哪有这种场合，连女朋友的舅舅也出席的？这书呆子又不是什么外人，再说我也认识叶林啊。妈，舅舅说的也挺有道理的。不行就是不行，难道你让别人觉得宇阳也不懂事吗？啊，不去了。你快去吧。那我去了。要让于强去了，见到叶平涛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只是，这样又能防到什么时候呢？先生，我帮你停车。前几天我才来过，没见他对我这么恭敬，就只会看人外表。哎呀，看我们家儿子打扮起来多好看呀，一表人才的。当初啊，你非要我把这套西服还给小慧，多亏我留下了，不然你开幕酒会穿什么呀你？妈，谢谢。知道妈的好了，以后要多听我的才是。哎，那毛背心还穿吗？跟你这样的高档西服一点都不配呀！我不穿了，帮我收起来吧。这样才对嘛。周医师，麻烦你啊，堂堂一个总医师，要劳烦您来当招待。这花儿要别好嘛，要不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哪里来的小角色呢。夏雨阳，你别得意，
一个小小的基金会秘书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那我这个当院长的，你也没放在眼里吗？说话也不看场合，这么不懂事的人，怎么当上总医师的？院长，他只是跟我开一个小小的玩笑，没有其他的恶意。你要不先到里面用些饮料跟点心呢？来，院长请。哎。周医师，这里就麻烦你了。在所有宾客到齐之前，您千万不要离开，要不然院长可是会不高兴的。啊？各位贵宾，很高兴大家来参加我们爱林医学基金会的开幕酒会。现在我们有请基金会的创办人杨华杨董事长来为大家说说话。好，谢谢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，我这个基金会就是为我的孙女叶琳设立的。起因呢，就是因为一次车祸，她的那双大眼睛就莫名其妙的看不见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病症其实不少啊，所以我就在许院长的建议下，成立了这个基金会，从事相关的研究，也希望能够找到治疗的方法。一定要找到治疗的方法。所以啊，我希望各位来宾共襄盛举，咱们一起为社会做点事儿吧！院长、董事长，辛苦你了。不会。哎，来，我帮你介绍一下张院长。好，来，张院长，恭喜！张董事长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伯父。对了，于飞来了吗？还没。一个开业酒会能办成这个样子，这个夏雨阳也算是会做事啊。那算什么？在我眼里，可是贺凡最厉害。只不过他不懂得变通，光有能力也是白搭。伯母，上次的事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不用跟我道歉，你又没做错什么，你只是公事公办，是我自知理亏，没事儿啊。平涛，黄总在那边，我们过去聊聊天。啊，失陪了。何凡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伯父，对不起，我妈因为对于飞有误解，所以去找贺凡，想让于飞离开。可是贺凡因为我的原因没有同意，我妈就只能找贺凡下棋。这件事儿，你怎么没有跟我说过？伯父，是我不让贺凡说的，您别生气。叶玲，不好意思，还要麻烦你来解释。没有。对了，于飞怎么还不来呢？要不要给打电话？我们再等一下吧。
怎么，宇阳还是没有接电话啊？夏妈妈，宇阳他可能是太忙了，所以没有听到电话。你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喝点水吧。看你，别跟我这献殷勤了。你自己忙了半天，也没参加成，是不是心里还生我的气呢？怎么会呢，夏妈妈？今天酒会现场的主角是宇阳他们，就算我去了的话，也只能是站在边边上，说不上什么话的。你心里真这么想的？啊！再说了，你看我今天的衣服都这样了，去了也不太合适。夏妈妈，你得把被子盖好，要不然就会感冒的。叶林，我临时发生了点事情，没关系的，现在已经处理好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可能今天过不去了，所以你不用等我了。夏妈妈，你知道刚刚是谁给我打电话吗？是叶林，他在酒会现场，他说宇阳今天表现得特别好，所有人都在夸他呢。说不定有人会把酒会现场的视频给录下来，到时候咱们两个可以在家里好好的一起看。所以你就要好好养病。你要不要喝口水啊？我都已经帮你倒过来了。哎呀，你看你在这儿那么吵，我也睡不好觉。你先走吧。我怎么能走呢？我得在这儿照顾您呀。如果您嫌我吵的话，那我去外头待着。哎呀，你这傻丫头，非让我把话说明白才听得懂啊！我是说啊，你不要在这儿了，赶紧去会场。我嘛就是吃坏了东西，打打针也就好了。你呢，赶紧去会场帮帮宇阳，在你那个朋友面前呢，多帮他说两句好话，帮他拉拉关系。总之啊，别在我这转来转去的。还不走啊？非要我骂你才懂啊？谢谢夏妈妈，那我等到酒会结束的时候我再来接你啊。谢谢夏妈妈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记得把裙子洗洗哈。啊，知道了，夏妈妈再见。我们家宇阳这么聪明，怎么会看上这傻丫头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是有邀请函的。我知道，夏雨阳给的嘛。那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你打开邀请函瞧瞧，那上头写了什么？要穿着正式服装。可你却连干净都做不到。这个我是可以解释的。我不想听。总之，你服装未达要求，麻烦请离开。周启瑞，你不要太过分！我就是过分，怎么样？是夏雨阳吩咐我这么做的。麻烦请离开。宇阳，哎，宇阳，干什么？宇阳，麻烦请。宇阳，宇阳，怎么了？是不是？宇阳，周
周启瑞他为难我不让我进去。我哪里为难他了？你自己瞧，今天来参加这个开幕酒会的嘉宾，人人打扮的是光鲜亮丽，谁像他这样，这么脏的衣服也敢穿出来见人？宇阳，这我可以解释的，一会儿我再跟你说。怎么，说不出来啊？那我帮你说。你女朋友没钱买衣服，但又想参加这个酒会，说不定刚刚上那儿偷了这身衣服。周启瑞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这件衣服是叶玲送给我的。哎呀，那就更加辜负了叶小姐的一番好意了。说老实话，刚刚是不是穿了这身衣服去帮谁洗车了？周启瑞，你闹够没有？够了，气也消了。下一世，好好教教你的女朋友，不然你再怎么体面，也是死在她手上。这不是以慈善为名的开幕酒会吗？什么时候变成小学的开学典礼了？对服装整洁有这么严格的要求？我刚才一个不小心把衣服弄脏了，下一次麻烦你跟杨董事长说一声，我衣服不够干净，只好待在外面了。随便你们。有这么上不了台面的另一半，丢脸的人是夏雨阳，不是我。谢谢你啊，特助，帮我解围。谢谢。我只是刚好弄脏了衣服。你怎么到现在才来？我妈呢？夏妈妈吃坏了肚子，现在在医院呢。刚刚她不小心吐在我身上了，所以我才会变成这样的。我妈病了，那你应该照顾她的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过来跟叶玲打声招呼，我就回去。不用了。你进去也只是给周启瑞有机会羞辱你。我会帮你跟叶玲打招呼的，你快回去吧。宇阳，你怎么没有穿我给你织的新毛衣啊？我忘了。要回去了吗？是啊，里面人挺多，挺不自在的。卖场里人也很多啊，怎么就不见你不自在呢？那不一样嘛，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，待在外面。我是因为跟那些社交名流说了太多应酬话，出来喘口气。但你出来，是因为怕见到那些社交名流，会丢夏雨阳的脸。你这人，没错，你说的很对。我见到那些社交名流自惭形秽，也不知道说什么话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没话说，就挤出话来。你要知道，基金会不可能只靠杨家的捐款，他们还是希望其他人能够共襄盛举。所以夏雨阳就必须常常跟这些人周旋在一起。但那么大的场子，他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？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他的妻子，
就必须学会帮他打底。就算我想，也不知道从哪里做起啊。你知道的，于飞，你不能只甘心当一个小小的捕获员，在他往上爬的时候，你必须提高你的视野，拉大你的格局。只有这样，你才帮得了他，也帮得了你自己。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不要再逼我了。妈，小心。还好啊，有于飞送我去医院，不然啊，我可真会疼死在家里面。哎，你说于飞的个性，还真是不记仇啊。以前我对他那么凶，还让他难堪。可我这次生病啊，他一点也没给我脸色看，还那么细心的照顾我。过去，不管我怎么反对你们，你们两个还是在一起。也许注定这辈子，你们两个有缘分，能成为夫妻。宇阳。啊？你怎么啦？以前一提到于飞，你每次都帮他说好话的，今天怎么我都说他好了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妈，我是怕我再多说什么，你又觉得我护着他，又惹你不高兴。现在不会啦，他现在能帮到你，更何况他还有房子做嫁妆。对了，妈，这些钱你先拿着吧。哪来这么多钱呢？杨董事长先把这个月的薪水拨下来给我，我现在的薪水是以前的3倍。啊，有这么多啊！所以你就不要再省菜钱了，多买些好吃的、新鲜的。现在的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需要再那么辛苦。我们也没到富贵人家的地步，能省就省嘛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回到以前的生活。我发过誓的，我要功成名就。于姐，在这儿签名就行了。哦，哎，给这儿哈。对对。这笔钱什么时候能拿到啊？大概2个礼拜左右。于姐，退休了之后可要经常回来看我们呢。我会的。于女士，你好，我是张鹤凡，我们见过1次面。两位请慢用。张先生，请问找我什么事？包某，我是为了于飞来跟你谈谈。怎么，于飞闯祸了？不是，相反的，他表现得非常好。我本来要帮他升职，可是他拒绝了。他说，是因为担心你的身体。我的身体和他工作有什么关系啊？于飞告诉我，在他10岁那一年，你气喘病发作，差点死掉。于是，在急诊室里，他发了个誓。
小飞。就因为他心里一直有着那个阴影，所以他宁可当一个没有升迁机会的捕获员，也不肯往上爬。这孩子，难怪这些年他总是突然的换工作，我还以为是他不定性呢，原来都是因为我。怎么那么傻呀？伯母，请你再看看这个。我请我朋友将于飞的鞋子设计图寄去参加比赛，他得奖了。这是主办单位寄来的得奖通知书。在整个比赛中，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却能够得奖的人。由此可见，他在这一方面是非常有天分的。张先生，小飞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，我这个当妈的比谁都清楚，用不着别人来提醒。反倒，我想提醒你，你对小飞的关心已经超出了一个老板该有的范围了。请你不要忘记，你现在跟小飞都一样，都是在谈婚论嫁的人。伯母，您误会了，我对于飞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。坦白说，是叶玲希望我这么做的。叶玲，为什么？相信你也知道，宇阳现在是基金会的秘书，他掌管整个基金会的预算，现在连院长见到他都得客气3分。但照这样下去，他和于飞之间的关系，他们的身份会越来越悬殊，这对他们将来并没有好处。所以叶玲啊，她也请我帮忙拉于飞一把。你们的好意，我心领。但这件事，我还得再想想。伯母，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答应让于飞走上设计鞋子这条路，至少你可以劝他来营销部上班。伯母，于飞真的很有天分，他真的是一个值得培养的人。如果就这样平淡的让他过了一生，真的很可惜。所以，请你为了他的将来，慎重的考虑。于飞真的很有天分，他真的是一个值得培养的人。如果就这样平淡的让他过了一生，真的很可惜。有天分，能栽培，那应该是来自杨董事长吧。当年，我虽然将2个孩子调换了身份，但骨子里的东西是怎么也藏不住的。只是，我该劝小飞吗？不劝，叶莲身世的秘密就能更安全些；但劝了，却能让小飞的未来幸福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才好？真无聊，天天数钱。我又不喜欢钱，钱偏偏还缠着我。唉，如果我喜欢的人跟钱一样，可以天天包围着我，那有多好？小姐，请问一下，那个苹果在哪里卖呀？
苹果？对啊。我们这里没卖的。啊？你跟人家讲，我们这儿不卖苹果的。确实没卖呀，我又没骗人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请你告诉我，这个物体叫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地球人呐？这就是苹果呀，你不认识？这是苹果？拜托，谁知道啊？我们家的苹果端上来的时候都是削好皮，白白胖胖的，谁知道它本来是红色的？是吗？我真服了！是贺凡哥，你不要吵我，我要去观察他了。不是那个廖慧，你是收银员，你不能脱离工作岗位呀，廖慧。